一段类似啊。我们俩是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认识的，对这小伙子印象特别好。我觉得他是一生值得我去照顾的人。一来二去的呢，我们俩呢就慢慢交往就多起来了。有一次呢，他做了一桌子饭菜，就都是我爱吃的，给我打电话。他妈妈接的，一听呢，听了我的声音，老太太呢就是感觉特别强烈。家里边呢非常的反对，电话也不许我打，也不许接，也不许去跟他见面。就是现在就一边是我的家人，一边是我特别想照顾的人，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22岁的年龄差距，他们能跨越过去吗？来，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掌声有请。男主人公生子，31岁，来自北京，他的职业是医疗销售，学历大专。女主人公马姐，53岁，来自北京，退休。来，有请。您好，人好，赵老师好，好。这位是您的女朋友，这位是您的男朋友，真爱大姐哈，非常的真，照顾她后半辈子，我愿意。以后你还要自己的孩子吗？一直就没想过这事儿。不想这事儿什么意思？就是不想要孩子啊。以前谈过恋爱吗？谈过。什么原因分的手？就是觉得跟我同龄人我特别的不适应啊。在一起出去，物质上的东西非常的高。如果说吃一个冰激凌，他就会说，如果我吃不上这个冰激凌，说明你不爱我。但是吃一个冰激凌要100多块。马大姐跟你出去不会提这要求吧？不会，我们两个一般出去都是公园、游泳，不像说年轻那个小女孩那样，就是什么都会呀，这个好那个好。你爱大姐什么呢？你具体上来说，我还真说不上来啊。但是我跟她在一起呢，就是不论什么时候都非常开心，非常快乐。那您爱这小伙子什么呀？实在。还有呢？没有年轻人的浮躁。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其实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喜欢运动，爬山。爬山的过程中吧，被一个冒失鬼撞了一下，脚就崴了。当时就动不了弯了，就坐在那儿了。因为山道比较窄，就造成了一个拥堵。我自己越着急越动不了。这时候呢，他就分开众人就过来了。因为当时我家里边学过那个中医的那个推拿，他说他脚崴了，完了我说我给你看看吧，我捏了捏他腿呢，什么毛病没有。完了我说你是一个人来的吗？他说那个不是，但是说他们的伴儿呢全都不在。后来我说我背你上的吧，就是一边走一边聊，就这样认识了是吧？对。认识多久以后你们就从这样的这个聊天的朋友关系变成了情侣呢？2年多一点吧。你怎么发现你爱上他了呢？有一次他病了，给我打电话，去了他家以后，我看他躺在床上，当时烧的是39度1，完了我看着他家什么都没有，清锅冷灶，热水也没有，饭也没有，不是我看着他心里边特别的不是滋味，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就那时候感觉出来他是我一辈子需要照顾的人。大姐，您有孩子吗？有一女儿，比她还小1岁。女儿知道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了吗？知道，女儿很支持我，也很理解我。今儿来了吗？没有，她在澳大利亚。那您等于一个人在北京空巢是吧？对，我们娘俩从小相依为命。我女儿呢，不仅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的亲人，还是我的闺蜜。闺蜜哈，心态特年轻她很支持是吧？对，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见过面。那不是这也没什么阻力了吗？让他说吧。怎么了？就是今年的春节的时候，正月初6是他生日，完了是做了一桌子菜，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完了当时我把手机放在桌上，临时出了门，他打过电话就是我母亲接的。我母亲接着这个电话以后呢，特别的气愤，就是因为在之前也知道过我有一个女朋友，年龄是很大。因为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喝多了，说你那个大妈怎么没来啊？我母亲当时听这话，可能我感觉她心里面是有了那个芥蒂。完了是听到她打过电话以后呢，就反应特别强烈，
就跟点了火药桶似的。你们家炸了锅了，呼了人了，大爷的全来上我们家来，个个给我上政治课，一上就是一天，电话也不给我拿，这个门也不让出，就是家里边比较反对，不允许我们俩在一起。我也看出他左右为难来。其实我迈出这一步也挺艰难的。因为我这人呢比较好交往。朋友好多，而且呢就是忘年之交也有，男朋友女朋友的，我们在一起玩无拘无束的。一开始我就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圈，我说我结识了一个小兄弟，铁哥们儿。当时大家都特别坦然。后来就是我们的关系发生质变演变以后吧，我就也在审视我自己的心路。我说不对呀，我怎么感觉我这对他的感觉不对了？我说难道说我这个要晚节不保了？我毕竟也是这个年代的，也有点保守。我说我这个不是红杏的，老干枝梅可不能往墙头上爬。我一定要坚守我这片净土。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啊，没想跟他往下再演变。知道他们家这个反对的情况以后呢，我就更踌躇不前了。但是从心理上又放不下、撂不开。家里人都很反对是吧？非常反对。说今天父亲来了对吗？来了，来我们有请。您好，这是生子的继父是吧？继父。等于他10来岁的时候，我哥俩见了面。啊，那关系也非常亲了哈。是啊，这么多年一直就是这样。你也当亲儿子看吧。啊，所以从我们老两口知道这个事儿，本来今天是他母亲来的。对，他母亲就因为这个事儿，从接触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家里就没清静过。所以我这不是来我第一次见到这女同志，所以我说这就是你那大姐。她是我女朋友。但是快成你妈了。这位先生，我这人啊，我想问一下。哪一对婚姻自古以来从情到理以年龄为界限的？我们这个年龄啊，再说最讲究实际。我再说一句不公的话，只许你们男人82岁的找28岁的女孩，就不许我50岁老太太找30岁的小伙子。那有几个呀？我就犯了天条了。啊，那人家都是出了名的，人家是有钱的。感情是以贫富而论的吗？那不行，我们反正是接受不了。我们是光明正大的真心相爱，我没破坏任何人，没影响任何人呀。您这么大岁数了，我这还没抱孙子呢。我跟他妈我们结合以后，就为了他，我自己的孩子我都没要。现在有了这么一个了啊，我自己就不想要孩子。本身我童年我觉得我非常不幸福，我不想以后我有孩子像我一样。怎么了？我这继父欺负你了？不是说您欺负我了，您对我非常好。你要像亲生父亲一样对我这样，对你母亲这样，你就其实我今天报复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父亲他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拿我一直当他亲生骨肉一样养。你生父呢？过世了。妈妈今天没来是因为身体不好，对不对？血压高。这气的，咱的嘉宾也有。只能说明你们的观点太陈腐了。咱嘉宾也摊成这事儿，你们谁干呢？啊，谁也受不了。出门进门的，这老邻居这怎么说呀？我今天明确的表态，你妈回来，我就要做站在夕阳下的诺拉。你要差个3岁5岁，这咱们都可以说。我们也老了，他跟我们这岁数都差不多。这个好办。你说再我跟生子说了，等我老了以后，我绝对不拖累他，我会像非洲大象一样，自己默默的自生自灭，我不会拖累任何人的。那你把我置于何地呢？你都爬不动走不动，你还大象呢你得了。大姐，您看啊，这个要从伦理上面来说，这个也算未来的公公了，对吧？您说他要进门，他怎么叫？我是叫他大妹妹。他是叫我爸爸。你希望我怎么叫我就怎么叫。你张得开嘴，我行，这样吧，我这耳朵还没法听呢。这个称呼只是一个代号，并不代表什么。你不希望你自己的儿子得到真爱和幸福？你这傻了吧？整个人这狐狸精给你迷上了，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怎么能这么说话？请你说话不要带侮辱性。
那个这样啊，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吧？争吵如果能解决问题，咱们就不在这儿沟通和交流了，对不对？您和他母亲的意见，就是父母的意见是坚决反对。如果他们就是自己坚定的往前走，怎么办？那就有他就没我，有我没他了。那明白您的意见和态度。那可不吗？行，谢谢您，请回。这不能商量商量吗？没商量啊。我看您一直其实挺温文尔雅的，怎么他父亲一上来那么激动啊？我认为我在捍卫一份真感情。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您看他刚才他父亲那个态度，就说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那态度。我想咱们两个这这也是我犹豫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可是他们从来没给我机会啊！你们听听专家老师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的确，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恋爱的状态是当今社会上属于极少数的一部分的，这个务必要认可的。其实爱情呢是个体主义的体验，与围观者无关。那咱们就往将来看，你们要做好什么准备呢？你们会面临着所有的来自于家里的、来自于朋友的各种关系对于你们的眼光里头那种异样的成分。现在家里边就是等于就是跟闪光灯一样，都不正眼瞅我。对，非常你做好我们俩这种准备了吗？做好了。如果做好了，我给你建议就是，你去选择一种你可以承受的，并且你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去生活。作为一个心理医生，其实接触这样的案例还真不少。我们从心理学角度也做了一些统计，发现一些规律。这种忘年恋成功率极低。对于你们俩，我首先是在内心里是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的。谢谢您。但是如果成功，它有先决条件，把原因跟未来的结果搞清楚，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你们能成功。谢谢。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你对你父母的家庭重组，也包括你曾经失败的恋情，看法是什么？因为我小时候童年非常的不幸福，经常挨打。谁打你？父亲。他那时候打起来人非常凶，这种创伤不像说在身上划了一下留一个口子，可能几年以后会好，这是留在心里边的。你怎样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以后我如果有孩子，我不会让他发生这种事，但是说这种事情我没有做好准备。谢谢你的坦诚啊！为什么要找原因？因为找到原因可能能帮助你。一般来讲，像这种忘年恋都是有一定的心结的。第一，会有一种恋母情结。第二个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可能个人受到伤害，这种伤害呢可能会对婚姻造成一定影响，就包括你的影响是什么呢？是对婚姻的一种不安全感。所以我的推断的原因是，你是希望找一种安全稳定的婚姻，是这样吧？对。我们必须得承认，马大姐可能要先你离开，那么后边20-30年你自己独自度过的时候，你有否考虑好？成功的这种忘年恋往往是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包括别人向你们指责的时候，也包括刚才你的爸爸指责的时候，你们不是争吵，而是微笑面对，这才说明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首先我们还是要对这对忘年恋的恋人敢于站在这个舞台上去追逐自己的爱情再来一次掌声。不是谁都有勇气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来承认爱情、追逐爱情和坚守爱情。别人认为万分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不值一提，比如说年龄；别人认为不屑一顾的事情，在我看来却性命攸关，比如说爱情。其实从爱情的3个要素当中来说，你们是完全符合的，那就是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彼此需要。所谓的问题不过是年龄，但是呢，如果你们俩真的要在一起的话，要做好长久的准备。你们可能终生要面临诧异的眼神和质疑的声音。千万不要说我们是世俗的，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你既然有超越年龄的这种爱情的追求，为什么没有对我们这些世俗人的一种包容呢？不应该跟男方的家人去争执。坦率的来说，如果你的子女不是女儿，而是一个儿子，同样找了一个比自己大22岁的妈，我想你内心也会有多多少少的不忍。
因为你也是个母亲，所以请原谅我们这些世俗人的世俗。曾经有过一段这样的案例，女方比男方也大，而且大的不止22岁，有30多岁，他们之间走在了一起，但是没有走到最后。男方跟你一样没有安全感，找了一个比自己年龄比较大的类似于母性角色的这样一个女朋友。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这个男性呢慢慢的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他发现他当初自己对于所谓爱情的追逐是一种偏执，他要寻找自己另外的一段爱情的时候，那个年长的女人很包容地放开了他的手。我听懂您。这段婚姻当中你是主导者，他还少不更事。你的婚姻当中如果将来承受某种所谓的不安定因素，或者要分开，就很有可能是因为男方的成长和此时的不成熟所导致。但你是成熟的，你应该知道这段婚姻将来要付出的代价和可能面临到的状况。如果你能够做到包容的爱，包容我们，包容他的父母，也包容他的成长，该放手时则放手，彼此永远保持一种幸福的状态，我永远祝福你。就是这样。谢谢。没有问题的。来，施老师。我首先觉得这2位这个忘年恋能够勇敢地站在这儿，这本身就需要勇气，这让我是很敬佩的。但是2位我要提醒，就像刚才嘉宾讲的，一定要考虑到我们的世俗。如果2位真心相爱，我祝福你们。但是我倒觉得，在真心相爱的前提下，是否能够换位思考，是否能为对方着想一下，这样呢，会免去好多今后的麻烦，特别是心理上的麻烦。刚才我看见这个男孩子年龄跟我女儿差不多，你要做好你心里的充分的准备，你要真的要好好想一想。我现在作为这个妹妹也是，你要站到她的角度来想想她的家人，想想周围的人，你要有心里有充分的承受能力，这样你们才能够幸福。现在主要就是家里的我已反对。经不堪重负了，太累了。看来我这匹老马要悬崖勒马了。我之所以厚着脸皮来，就是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今天我没白来。你不是厚着脸皮，你很有勇气，挺好的。谢谢谢谢。但是我们2个在一起真的是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好。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事情总是这样有两面性的。旁观者当然希望你们好，多好啊！那么相爱，跨越了年龄的界限，挑战了世俗。我们不高兴，我们高兴啊！我们保卫的不就是最纯粹的爱情吗？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些老师和嘉宾会转回头去跟你们说那么重的一段话？是为什么呀？又怕你们在这个爱情里面你们自己苦了。你们要想好了，你们就表白吧，一起进入黄金6秒。4年，从咱们俩认识到现在，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到我家里去一趟，把咱们的事情跟他们说说。我呢，先做父母的工作，我不希望咱们俩这4年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太累了。我觉得你还是以前那个阳光的你，我还是以前阳光那个我。我在站在这之前，我心里给自己已经有答案了。我只不过到这儿来确定一下我的想法，这不是原来的你，坚定一下我的信念。不是原来的你，你以前不这样。太累了。你爬山都能爬上去，那不比这个累吗？我也不想拖累你那么累，真的。我也谢谢你曾经给过我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为什么呢？不认识你之前，我的生活只是孤独；认识你以后，我增加了痛苦。你把我从井里拉上来，你又把我推到井里，还压上一块石头。不是以前的你。算了，别哭了。想想咱们以前高兴的时候。如果你的家真因为我出现什么问题，我会内疚一辈子的。咱们还有很多年，还有很多的以后。我放了你了，你也放了我吧。
我放不掉。来，请亮灯。小伙子，你也回去。马大姐，马女士，其实当他抱你的时候，现场很多的小女生都发出了艳羡的口气，对吧？特别的羡慕，觉得他对你好好。他们心里在说我是老牛吃嫩草。没有。好，今天我破一个例啊，我先不转门了。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拿起手里的表决器，是赞成他们在一起，还是反对他们在一起？来，请选择。我让你看完结果之后，我再把这个门转过去，然后您来决定是走还是留，好吗？在现场有65%的观众朋友是赞成你们能够在一起的，这是你们的选择吗？是。好了，大姐，当这扇门转开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俩还能坚强的回来，或者你们俩会走开。来，请关门。他们的压力真的很大呀，也许他们会让我们失望。没有关系哈，我们还是要祝福他们，因为站在这里，实际已经向世界宣布了他们是多么的爱。有的时候真爱也是没有结果的，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一起数5个数，来，5、4、3、2、1，请开门。大家这么支持我，非常感谢大家。我就再赌一把吧。我当叛徒了，另外跟男方说，我就跟男方想说一下，以你31岁的壮年之躯去面对世俗，你可能会很从容，但是一个53岁的女人要去面对世俗的指责，她很脆弱。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扛起这个担。谢谢，以后我会扛起这个担子。来吧，小伙子，这就是一个订婚，把关系定下来啊。也许这会成为他们一辈子最浪漫的一个时刻啊。这个给我吧，谢谢你们哈，请回。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的一个套装，也要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饰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吧。愿意嫁给我吗？愿意。前路漫漫，多珍重，祝幸福，祝开心。谢谢赵老师，谢谢3位嘉宾。